上面这3条在日本待久了嘛，我多多少少也都有知道点，但是最后一条我是真的不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前几天我去参加了我大女儿的小学毕业典礼，感触还是蛮深的。一方面呢，当然是看到女儿的成长很感动，还有一方面呢，也是被日本典礼的仪式感所震撼了。我一个不怎么流泪的人，当然除了花粉症哈，在典礼上毕业生合唱的环节，还有师生告别的环节，我真的是哭了，真的是受不了，那个氛围感太强了。然后这期视频呢，小马主要就想分享一下我在日本毕业典礼上遇到的一些趣事，还有就是参加日本毕业典礼时候的一些穿搭的禁忌。其实也有一些穿搭禁忌呢，也是我在参加女儿毕业典礼之前查资料恶补才知道的，不然真的注意不到那么细节的地方。然后在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也会推荐几款我觉得适合宝妈们出席典礼时用的爱马仕的包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毕业典礼当天呢，因为想和我女儿多拍一点合照嘛，所以我就带了我的贴心小助理一起去。结果毕业典礼刚开始，我还没怎么样呢，我转头一看，我那个小助理在边上泪流满面啊。虽然我也是有哭的，但是我每次转头看她哭得那么激动，我就特别想笑。整个典礼除了感动，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，就是刚刚开始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毕业典礼当天，我拿了一个金棕色的 Birkin 的25厘米，然后刚刚入会场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日本学生的家长，他拿的也是爱马仕，但是他背的呢是一个 HAC， 价格上呢就肯定就是没有我手里拿的这个贵嘛。然后那位家长其实也注意到我了，准确的说应该是注意到我手里的那个包了。哇塞，然后他的那个眼神啊，就这样从脚底下一直看到头顶，眼睛都要掉到我身上了，一点都不顾忌，那个场面也是够尴尬的了。所以说呢，谁说日本家长不攀比了？那个小眼神把你盯的呀，跟激光射线似的。日本毕业典礼的穿搭禁忌，我觉得中心思想呢就2个字：端庄。因为日本人觉得毕业典礼的主角应该是孩子，所以如果家长穿得太华丽的话呢，日本人就会觉得这家长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跟孩子们抢什么风头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围绕端庄这2个字来看看我查到的一些毕业典礼的穿搭禁忌吧，真的很细。第一，首先这个颜色必须得是端庄的颜色，你要突然穿一套绿色、紫色的亮片小西服，那你绝对是毕业典礼上最受瞩目的不懂事儿的家长了。所以咱们这个颜色还是得保守一点，就得穿像黑色呀或者藏蓝色这种深色系就 OK 了。首饰呢也不能戴那种大钻呀、特别闪的耳环、满钻的手表之类的，怎么低调怎么穿就对了。那第二，端庄的话呢，那就得告别黑丝了，然后也不能光着腿儿，得穿那种肉色的丝袜。丝袜呢，我们也不能穿得特别的厚，那样就穿成秋裤了。那第三，有的朋友可能觉得端庄嘛，那我就穿个正式的西服去不就得了吗？ No No No， 这种翻领的通勤西装也是不行的。日本的毕业典礼除了穿和服的家长之外呢，比较常见的就是穿一个小连衣裙，然后外面呢套一个圆领的小西服，听起来就特别的端庄。我那天的话呢，我穿的是一身黑色的小套装，然后领子呢虽然也是翻领的，但是就没有那么的直敞风，看着还是挺端庄的。上面这3条在日本待久了嘛，我多多少少也都有知道点，但是最后一条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它连高跟鞋的高度都是有规定的，高跟鞋要在3.5厘米以上。根据我刚才说的那几条穿搭禁忌，我挑了这几个适合家长会上拿的包，那既端庄呢又吸睛的爱马仕包。首先包款上，我觉得 Kelly、Birkin、Bolide 这3个都挺适合入学典礼这种场合拿的。哪一款好看呢？那就看个人的喜好了。我自己的话呢，就会选择拿 Birkin，看着比较大气。然后就是颜色了，我都选了这种端庄的低饱和色系，肯定不会出错的。
我女儿毕业典礼那天呢，因为我穿了一身黑色嘛，我就一直纠结要不要拎一个黑色的 Birkin。我其实之前的视频里有提到过，就是那只3拼皮的 Birkin 30。后来我觉得就是全身都是黑色，那么有一点太沉闷了。最后我就选择了一个金棕色的 Birkin 25。皮质的话呢，我就觉得尽量避免用亮面的鳄鱼皮吧，就是真的是太显眼了。那能低调就低调，端庄才是王道。尺寸的话呢，像这种 Birkin 的25或者是30，然后还有 Kelly 的25或者是28，然后 Bolide 的话呢就是27厘米或者是像这只31厘米，都是比较适中、比较好搭配的尺寸。mini 包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还是不是特别的推荐。一个是小包不太适合这种相对庄重的场合，更适合参加派对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毕业典礼当天会收到学校给的一些资料啊，或者是小礼物之类的，拎小包实在是不太方便。内缝外缝呢，我觉得完全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吧。但是我自己觉得，如果外缝 Birkin Kelly 还是有一点点通勤风，有一点点严肃了，所以我会选择内缝的这种，就会比较柔和一点，比较休闲一点，比较大气。那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。大家在毕业典礼上如果有意思的趣事，也可以分享给我哦。喜欢小马的视频，也别忘了点击订阅。我们下期见。